如果你未来的雇主要求你去申请 ABN 是违法的哦。影片开始前，有需要的人请记得开启 CC 字幕，并且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的极简与澳洲生活资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由于疫情的关系，澳洲锁国了，所以我们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导致各个农场啊、工厂，甚至餐厅都出现缺工人的现象。无论你是之后想要来澳洲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还是你想要移民来澳洲，那今天这个关于行前准备的视频，应该都会对你很有帮助哦。今天我讨论的事情，第一个，出发前应该要准备什么东西。在影片的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当初打工度假的时候使用的履历写法。由于澳洲的个人税号是你必须要抵达澳洲以后才可以申请的，所以我会把申请澳洲税号的网址放在资讯栏里面，我也会放 Fairworks 的网址，所以你可以去查查看每一个行业的最低薪资是多少。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醒是，如果你未来的雇主要求你去申请 ABN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那这个有很大的几率都会是违法的哦。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点你可以做的准备就是加入各个 Facebook 的 group， 比如说澳洲白宫资讯交流网站，或者有一些中介的网站。加入这些脸书社团，一来你可以知道你想要去工作的产业它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二来你也可以大概清楚这一些产业会给的薪资是多少钱，或者当地的住宿会是多少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 Brisbane 工作，我就加入了布里斯班资讯交流网，很多时候会有餐厅真人啊，或者住宿真人，那这样我就可以看看原来餐厅需要我有什么样的技能，或者说住宿每一个礼拜大概是多少钱，这样子对于你准备预备金也是很有帮助的哦。然后这个就会联系到我们的第二点了。第二点，累积相关的工作经验，比如说澳洲的餐饮业时常会需要有人泡咖啡，或者需要会使用收银机。假如你今天锁定你要进入餐饮业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在你居住的当地去学习怎么使用收银机，或者去学习怎么泡咖啡。假如你想要去工地工作，毕竟工地的工作在澳洲的pay都是很高的呢，你就可以去学一些铺地板、搅水泥啊，或者木工之类的工作，去学习这些相关的技能，找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哦。第三个，准备国际驾照，准备 YHA 卡。由于澳洲物大地薄的关系，在澳洲会开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不论是对于你找工作或者移动都是很大的加分。你也可以视情况把你的国际驾照转换成澳洲的当地驾照，只要找个翻译以后送到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就可以了。另外你也可以考虑申办 YHA 卡。 YHA 卡目前在台湾的申办费用是台币600元，大概澳币30元左右。有了这一张卡片，不论你是去买车票啊，或者去住青年旅社， YHA 都会有打折 10% 左右。以现在 YHA 每晚大概是30-40块澳币的价格来说，打9折就是节省3到4块的价钱。在你打工度假的期间呢，会在 YHA 住超过10晚以上，那办这个 YHA 卡就是很值得的哦。第四个，以你未来可能会做的工作来决定你是否需要带一些工作的衣服来澳洲。假如你是住在城市的话，工地工作的衣服，比如说银黄色的工作衣，都很容易可以在 Kmart 买到。可是假如你今天是去到乡下的农场工作，那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当初一来澳洲就是去到很乡下的农场，我们会需要穿雨衣或者可以防水的衣服，但是那个地方完全买不到雨衣这种东西。假如你来澳洲打工度假有预定要去农场的话，可以先准备好轻便型雨衣还有雨靴，可以方便你在农场工作哦。像比如说照片里我朋友这一件可以防水的衣服，当初就是我们的抢手货。当年他要结束澳洲打工度假回台湾的时候，我们超多人求他把这一件衣服让给我们的，因为可能会下雨，然后农场又很大，你不可能走回
去休息区去拿你的雨衣，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可以防雨的衣服穿在身上，所以有一个可以防雨的外套，然后再有一个口袋可以让你放手机啊 iPad 听音乐，就是超棒的咯。第5个我会建议带的东西就是印好的履历。在澳洲的城市里，虽然你可以去 Officeworks 印履历，可是价钱都没有台湾来的便宜。如果你已经锁定好来了澳洲要去餐厅上班的话，可以先做好你的履历，然后印个10份20份带过来，这样你一到澳洲你就可以到处去投履历了。等一下影片的结尾我也会把我当初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时候用的履历给大家看，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哦。第6个来澳洲要带的当然就是钱啦，不过我当初来澳洲其实只有带900块而已。至于你需要带多少钱呢？我刚刚说的第1点就很重要，每一个城市的消费水平都不太一样。当你有加入脸书社团以后，你就会比较容易知道你大概需要多少钱的现金。以我自己当初打工度假来说好了，我每一个礼拜啊，伙食费大概是30块左右，住宿费大概是100块，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大概就是需要150块的澳币。可是这个150块呢，如果你去到了雪梨，可能跟人家分房间都不够，所以决定好你要去的地方，然后再来规划现金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你真的没有钱，想要出国闯一闯，像我一样的话，那就记得带张信用卡就够了。第7个，我会建议大家在来澳洲打工度假之前，准备好足够的娱乐项目，一整个 USB 的影片啊、音乐绝对是少不掉的。农场那一些区域，网络收讯常常都不太好，如果你想要用网络看片的话，可能会有断断续续的现象发生。加上在农场，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等工的，那你要怎么消磨这一些时间呢？以我们过来人的经验，就是看片、听音乐啦。如果你要去偏远地区工作的话，记得要准备好足够的影片还有音乐，才不会无聊哦。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履历这边就是基本资料，然后这个地方虽然在澳洲的履历是不需要放照片的，可是我当初还是有放照片，因为我觉得打工度假反正不是太正式的行业，这么做也可以让雇主看到他接下来要请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如果你以后是移民了澳洲要做正式履历的话，就真的不可以放照片了哦。那你说澳洲人都不好奇他请的员工长怎样吗？当然好奇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 LinkedIn 的原因。再来这个地方我会放工作经验，你可以有2个方法，一个是以时间轴为顺序，像我这里就放了几月到几月是什么公司，几月到几月什么公司，然后我在那个公司需要负责的项目等等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用工作经历来分类，比如说我泡咖啡总共泡了几年，或者说我做服务员总共做了几年啊。这2种方法在澳洲都是有的，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习惯用时间轴来分类。教育部分在这里你可以考虑去拿一些澳洲相关的证照， RSG 就是在赌博场所会需要的，然后 RSA 呢就是在有贩卖酒类饮料的地方会需要的。然后像这个食物安全处理，那就是看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咯。在语言的部分，我当初是放了2个，一个中文一个英文。最后技能这个地方放一些相关的，如果你觉得没有相关的话，这些技能不要放也没有关系。这个部分是推荐人的部分，大家如果一刚开始来打工度假是不会有推荐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去推荐大家从 Working Hostel 开始工作，因为在 Working Hostel 工作旅社，你可以开始累积工作经验，然后进而你就会有推荐人了。没有推荐人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先留空就好。不过随着你在澳洲待得越久，做的经历越多，你就会开始有推荐人，那以后也可以把他们放上去。最后这个地方就是 availability， 你这里可以写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工啊，或者说你有白天的工作，那你这里的 availability 就是写晚上咯。希望这样的履历教学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哦，然后做好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我都会尽力的解答的。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